像这棵比较大棵的这种幸福树，咱们应该怎么换盆？保姆级的教程来了啊！那么第一个就是花盆大小的一个选择啊，圆土球的这个花盆直径大概是31-2厘米。咱们在室内养护啊，咱们换新盆的大小比圆土球大个5到8厘米就可以。咱们换盆的第一点就是对根系的一个检查啊，看有没有烂根不好的根咱们可以用手给它拽掉，或者用耙子给它耙掉。咱们室内养护大型植物啊，那么首先做的第一步就是把盆面的土啊，咱们给它抠下去一部分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。2种土看见了吗？其实它的原始土球里边都是黄泥土啊。咱们把表面的土给它清理掉一部分。咱们盆面这个土清理到什么程度？那么就是盆面稍微露出来小白根就 OK 了。植物的原土球啊，不管是黄泥土还是什么土，原土球一定要露出来，让你眼睛直接能够看到这个原土球，后期浇水方便，判断干湿也方便。同样的，咱们给周边的土球给它咔嚓咔嚓梳理梳理，是吧？也是用这个小耙子啊，用耙子的一角给周边这个土啊给它松一松，是吧？省得你换完盆以后，哎呀，我浇不进去水了，出上板结了。都是事儿啊！你现在就给它处理好，周边土给它稍微的松一松就行啊，你别整太狠了。这个小耙子一角一抠，那么这个球就下来了啊，会带下来部分毛细根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像那种过长的裸露的这个根系，咱们不要用剪刀去剪它啊，剪完以后造成伤口，后期这个伤口腐烂，剪它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。那有人说这个里边都是黄泥土啊，这个板结了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得吸根啊？是不是得全给它咔嚓掉啊？不行啊！你大型植物全咔嚓掉，伤根严重。如果说这个植物年头比较长啊，是老根那么它活力比较弱啊，后期发根发不上来，叶子夸夸的就全掉了啊。梳理到这种程度，看见了吗？梳理到这种程度，微微露出来一点白根就 OK 了啊。那么咱们换的这种瓷盆啊，由于底部这个瓷盆的底部凹凸不平，容易产生积水。另外一个，这盆相对来说比较深，咱们要垫一个透水层。教你一个省钱的小方法，咱们拿到你换盆的时候，这个装这个圆土球比较硬实一点的花盆啊，这个咱们给它这个按照你这个垫底的高度是吧？咱们给它剪成2半，然后咱们边上剪2个豁口。这豁口干啥的？排水的啊，非常好使的招式。咱们剪成这样啊，2个豁口。咱们把剪完的花盆给它倒扣在花盆底部，这个花盆周边的缝隙。咱们可以添什么？添火山石、泡沫，添陶粒都行。咱们周边的石头添到和花盆一平就 OK 了。这时候可以加底土了。啊，我用的还是咱们这个重沙沙火土，是吧？老款品质泥炭般的，里边配的火山石珍珠岩，保水好，透气性也好，让水和空气同时存在。然后咱们给它加底土啊。那么咱们底土加多少啊？这种大盆的加个10到15厘米就 OK 了啊。底下的土不要给它垫太厚。咱们这个植物啊没有烂根，咱们可以给它加底肥。咱们这个极力推荐的微生物有机肥，给它撒在盆底。撒在盆底以后，给这个肥给它搅拌一下，不让这个肥和根直接去接触，那么就 OK 了。然后咱们给这个大花给它放里啊，然后咱们给这个花盆的周边去填土。这个枝儿有点阻碍你们观看的视线啊，那咱们给它干掉，够意思不？周边填土啊，周边土咱们贴砂掌是吧？往下去塞，这个土填的比较实，能够让根和土充分的去接触。然后咱们再整点这个换盆必备的微生物有机肥，让它这个微生物去刺激这个植物快速的去长根啊，加快这个浮盆速度，根系长得快啊，浮盆速度快，这个后期植物成活率高，给它扒拉扒拉，用土给它微微盖上。最后强调一下，咱们浇这个定根水啊，咱们定根水要往原土球上去浇。你看这中间流出来这个黄泥土了没？往黄泥土上去浇啊，先把黄泥土小水慢浇给它浇透，然后咱们再把新土，也是啊，新土也给它完全浇透啊，让底部哗哗的淌水。怕浇不透的话，过5分钟咱们再浇2遍啊。第1遍水一定确保给它浇透了。你要了解咱们换盆，不单单说给这个植物多加一点土，让它多长一点根啊，换一个好看的花盆。最主要的是咱们解决了你家里通风不好，解决了你不会浇水，大大的降低了你浇水的一个难度。因为整个这个瓷盆底下垫的是一个花盆，有淋水层啊，不存在积水。另外一个盆面土没有压那么厚，没有埋到脖，没给它闷里，也没给这个根系闷里，这样就极大的提高了浇水的容错率啊。即使你多浇点水，这植物能够承受，它不容易死，不容易掉状态。这些就是纯粹的把这个采过植物尸体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教给你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